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呢嘛。今天是上期预告的传说中的河池和老 K 的一场开枪赛。这次开枪的不同的方式呢，是来自于两个人交换主力啊。这一般啊，两个人比如说打20的时候呢，都会在一个人率先到10级的时候交换体位啊，就交换1P和2P的体位。但如果要是交换主力的话，就明显就是啊，你主上我主下，然后两个人一玩就拉胯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交换主力之后呢，你比如说你擅长在上面固有啊，我上面在下面捅固啊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对吧？啊，当然呢，这场比赛呢，咱们先不多说啊，这个。老 K 呢是主力八猪门，河池呢用啊，河池主力呢，其实我倒觉得吧啊，你敢不敢跟老 K 说河池？你敢不敢跟老 K 说你的主力是龙鹤8啊？你要是龙鹤8的话，我估计老 K 要懵，因为老 K 应该是不太会玩龙2。千鹤呢也属于那种就是练过，我记得老 K 是练过能有6个月不是。反正是半年，不是是7、8个月，反正是啊，肯定是练过一阵儿。那特意说灰那时候不怎么玩吧，然后他寻思练练千鹤啊，看看这个对吧，以防止自己呢不会打啊，所以说自己也玩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要是8鹤门的话，我倒觉得老 K 的这个主力呢还真不错。那不是这个主力啊，用这3个人玩的话也真不错。但是呢，河池呢应该说是一直不怎么用大猪，所以说河池呢是少一个大猪的主力，加上一个半吊子门啊，传说中的这个4代目火影啊，波风水门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好了，第一局呢看得出来河池的这个8神呢还是不错的啊。河池一般我就觉得特别怪，你看啊，那个8神1v1大赛，哎，这个最后呢是灰获得冠军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河池就没啥动静。结果呢，你看啊，这河池打小鸭8神有的时候就根本就不咋地，哎，打灰也不怎么行，你打老 K 还行。结果灰打老 K 有的时候8神不行，反正有的时候这玩意儿嘛，你说它相生相克也好，说它啥也好吧，反正这玩意儿咱理解不了啊。第一局可以看到荷兰2这一局啊，确实是这个8神手法不错，尽管呢大门是老 K 的这个绝对主力啊，而且是最有特色的一个人。咱不能说老 K 的这个8猪门到底哪个人玩的最好，是因为他的大门最恶心，而且呢最善于防守，防守对吧？最善于这个切后排啊，就是最后一个人来玩。所以说呢，他这个大后期啊，我觉得特别牛逼啊，有3个气儿。但真正的老 K 啊，3个人都不错的啊，8神大猪都是最顶级的啊。所以说加上一个这个不怎么就很多人不太会打的这个超强大门，就是显得老 K 啊 KY 门子特别的牛逼。好了，反摇臂跳第一个阵，这一局呢是奔着翻盘漂亮。这一局绝对是奔着翻盘使劲的，而且确实不错啊。很可惜的是，气儿方面上啊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对方是满气儿，再加上自己血量不多，这一局也说不定。那毕竟水门这个门它也是门，对吧？啊，它水门它也是门，对吧？啊，西门，哎，虚晃，切防占 CD。你看这颗气儿，老 K 还是很珍惜的，朝天脚。轻手连续的往前摸，回身一刚，对你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你贴得近，河池怕你，但你一旦一些比较正常的招，然后被他打成钢 CD 的话，你就有点受不了了。最后呢是2个人相杀一个头上符，本身这个影片看起来好像天衣无缝。其实呢，老 K 啊，还是怎么说呢，还是很依靠自己的感觉吧啊。刚才这个位置呢，他没赌一下，这个影跳踢过来之后呢，老 K 如果反应速度快一点，不是按照自己套路玩的话呢，如果一个头上符再打出一个 counter， 哇，那这真有翻盘的机会。但很可惜，最终呢是没有翻盘成功，1比0，河池呢暂时领先。看一下这个8猪门和8鹤门这2个人，大家伙儿不要认为我好像是一会儿说一说啊，就觉得好像说反了，很容易啊。但是呢，确实也有反的时候，因为他俩中间有一局啊，这个选错了啊，中间有一局啊。众手葵花这一局2个人拼8神，在空中方面上呢，你可以看到2个人都是不放手啊。这个牛逼的8神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跳重腿就那么厉害，那么的带钩。他们跳重腿是带钩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你这个跳重腿是带钩的。我一个跳重腿完了，众手选手一个必杀。我的跳重腿感觉踢出去就没判定了，他们的跳重腿都是那种就是跳出来之后又跟你抢空，他有判定，没有抢空，然后那个腿明显往下掰一下，那脚脖子往下弯一下啊，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踢出来的。其实就是一个节奏问题，就是什么时候出腿啊，跳到什么高度时候出腿，就是这个节奏啊。飞身过来，腿把前一个抓，好的，回过来众手接小葵花30，磨一点，下臂前跳过来。
老 K 这个千鹤很赶啊！如果要是八神，你看啊，八神如果要是一个坐地掏裆手，比如说压起身 AB 闪身，然后掏裆手，就择一路抓取，这时候千鹤起跳肯定是要被掏的。掏完了之后，那你想想啊，角落里面又是一顿压制，下重手，下轻手一斗，但是距离够了啊，被大猪抓一下。本身呢，他是要骗这个大猪出闪身的。其实呢，这种交换主力的对战，我倒觉得呢也比较公平啊，不是说谁会用什么不会用什么。我倒觉得呢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你当时你用大猪的时候，你打别人千鹤怎么打？这回变成你用千鹤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你就懵了。所以这一局你可以看到河池呢还是不错的啊，毕竟呢这个两个人都会用，而大猪这个人是百搭的。大猪这个人呢，说句实在话啊，就是真正就是说一线以上的高手他都会玩，他只是不愿意玩而已，或者说是觉得他自己玩的不够厉害，但是不代表他不会玩。大猪这个人就是这样嘛，跳来跳去。这个人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玩吗？就因为他太累了。太累了啊！很多人说，哎，那什么连招，要什么看什么玛丽叭叭一顿点，有什么八神，什么百合折，亲手前行手，什么鬼步，哎，怎么都不累。我跟你说，玩97里面最累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大猪啊，大门去了啊，大门也挺累。这种你看似好像非常简单的人啊，什么转球啊，什么安全抓呀，无时无刻都带头啊，什么刚 CD 失误了怎么办？哎呦我天哪！你别就真事儿啊！你看那个老 K 玩大猪，你们有机会现场看一下，你就知道了啊。这人有病，这人六指琴魔啊，这人啊。好了，回身一坐。我们这一局可以看到不玩喽，何老二最能气人啊！当然，我说句实在话，这个跳地接抓啊，确实是奠定了这一局赢的基础。剩一丝血，老 K 也是白扯，两个人都爆气，我一个轻攻击铁摸死你，不用想啊！和池南玩了一个龟缩套路，跟你讲啊，如果说你剩一点血，而我剩下很多血的情况下，这玩法是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，如果这个咱们就是说谁也打不死谁的情况下，咱们互相打。对吧？我一套招，我连再变态的招也打不死你。那么这种情况下玩法它就不一样啊！我对吧？啊，这个对吧？我多能打你点血算点数，我赢就行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剩一丝血，我剩很多血，你一套招打不死我，但我能打死你，那我玩法就是要打死你啊！抓过来，哎呀，这是何老老 K 也出现失误了。刚才何老二明显就是老 K 附体啊！我都怀疑到底是不是他俩交换主力交换习惯了啊？就重抓过来接重手接不上，但这个跳 C 我倒觉得好像老 K 有点出早了啊！他为了打对方这个出招判定，结果呢跳 C，落地被抓，前跳 C 过来轻腿掏裆手可以抓2式，一个掏，哎，这个可以直接抓的刚才，但是好在结局还是一样，然后一个 AB 闪身，这种 AB 闪身叫定点闪身。面对一些这种就是尤其是没有指令头的人，定点闪身非常有意思。你比如说，你像打什么千鹤，打什么莉安娜，那打这种类型的人，定点闪身非常恶心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恶心吗？因为这首先你不敢跳啊，这第一。第二呢，你咋回事呢？就是你出下轻手，你打不着我。啊，你只有你像刚才那个千鹤就得出下重腿，下轻腿才行，下重手啊和下轻手都不靠谱啊，非常不靠谱了。除非是你往后走啊，那你在角落里的话被闪身抓都不行。莉安娜也一样啊，一直什么下轻手下轻腿的，对吧？你容易 AB 闪，他一个抓你就傻逼了啊 ！AB 闪身没辙，看看落地一个头上符。老 K 的大门，现在老 K 被2比0领先，但老 K 这个大门呢，总感觉啊，就是这3局的重点都是放在大门分盘上，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。但是事实上，我倒觉得可能老 K 的这个8神路子没打开，然后千鹤呢还是一知半解的啊，没有用到这个节奏。前跳 CD， 朝天大脚下臂朝天，哎呦我这大门进攻性啊，穿透力非常强啊，但是很可惜没有一竿子把对方打死，被反抓1点，原地跳 C。他不是不会玩啊，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新颖小孩说过这么一句话啊，说大猪这玩意儿谁玩谁厉害。咱们看又开始了，哎，血比你多啊，不上了啊，操！老 K 这魔幻啊，老 K 魔幻蓝之山啊，这真的是魔幻蓝之山。咱们看一下刚才站臂没点着，一个朝天脚踢下臂，再朝天固定，然后呢前头上符，这是一个超低空的头上符接阵啊，太强了啊！漂亮，2次型跑抓。扣到自己角落，但对方有气儿啊！这局老 K 看一下前跳地，轻手前跳地过来后跳 A， 哎呀，这后跳 A 目的很明显是为抢一下，但是不太合适。最后一丝血，摸都要摸死了，又要跳 A 吧？朝天脚，
前好像是想要出抓，结果呢被一个横跳地啊直接打中，3比0。河池呢，应该说这3局啊，完全是靠8神。我倒觉得呢，他8神玩好了之后吧，对于老 K 来说呢，老 K 只能靠这个大门翻盘。因为但是呢，这个话说回来啊，老 K 这个人呢，大家伙也了解啊，毕竟呢，他就是不管到什么情况下，他都是按照自己的初衷来玩。就是我就剩1个人了，或者剩1丝血了，我该怎么玩还怎么玩。啊，所以说他能翻盘，有的人就不是，有的人剩1点血了，或剩1个人，他觉得这局我输了，我认了啊，你就那种感觉啊，那就竞技精神就没有了啊。好了，葵花30过来，前跳 C， 掏裆手葵花1点，空中抢空落地 AB 闪，直接再一个反身位掏。他这个本身呢是16抓，如果你不跳的话，肯定是要抓你的。不过呢，事实上好像刚才的位置也不够好，这一局又是和老2的8神获得了非常大的优势，面对老 K， 原地跳 C， 升龙1点。看一下斗过来，哎，老 K 也会虚晃啊，原地跳 CD， 这个超低空的跳 CD 虚晃，又是重手接葵花3式，原地起跳想要抓，斗一下8神不乱斗，回身一刚有气儿就是刚你跳地肯定落地想抢一下啊，萧峰没成，再前跳 C 抓过来葵花3式，还要接鬼步啊，我觉得也是醉了啊。AB 回身一刚，反正没有气儿啊，能多加点气儿也行。主要你们知道啊，就气儿这个东西确实很重要啊，就是你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加气儿的机会。你比如说你像刚才如果要是抓过来重手，如果葵花3式的话，可能稍微加少点气儿；如果是抓过来重手葵花2点打中的话，就有气儿了啊。站重腿，原地起跳头上扶，轻轻朝天脚，1v3的局面，好的下盘虚晃。就是在我们街机厅玩法啊，经常有一种什么样的玩法呢？就是利用站轻腿或者下轻腿这种是轻攻击晃一下，晃你起跳，然后升龙。虽然说打血不多，但是非常容易带节奏啊，容易把这个节奏带起来。看看3比0的情况，老 K 现在是大门一个翻盘局面，前头上扶，这头上扶没扶明白啊，直接被抓。看看大猪前跳过来，直接骗 CD 站壁往前再扑。这个大猪啊，你瞅瞅啊。那绝对是啊，这非常有劲儿啊 ！AB 闪失，大哥你想啥呢？蓝之山没成，刚 CD 没出 counter， 哥，大猪你这个爆气是怎么爆？你这个爆气我都嘎逼打了啊！我这一人我饮酒醉啊，这他妈多嘚儿啊！错把那2人成双对啊！咱们看现在站轻手过来，轻轻站壁朝天，再下壁虚晃一个地头，我操，这都什么玩了啊！啊，2个大门。回身一爆，这局老 K 明显是逆向，哎，我这个驾招有点懵的嫌疑啊！蓝之山本身是落地一个出云头，蓝之大山没死。以我多年的经验啊，这是应该是死不了啊！扣过来之后扔进角落，一个跳地，哎，这跳 C 跳地啊！正常我说的是正身位跳地，然后一个后影跳地这么打。但是他选择了一个，因为对方是背对着自己啊，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看啊，扣下来一抓一扣，背对着自己倒地，然后他想打一个跳 C 逆向，然后呢再一个后跳地，这个后跳地的一瞬间，明显啊，这个河池呢是选择想要刚 CD 了啊，明显是 CD 都拍出来了，太嘚儿了，3比1，这一局老 K 终于是如愿以偿啊，是一个反3的局面。但是我就奉劝各位一句啊。不要认为自己某一个人物玩得好，就老指望这个人物反3啊！你早晚有一天他会研究透你啊！所以说那当然，如果你有进步的话啊，你无所谓。这除了你弱势的2个人进步之外呢，其他的也要进步。但是我倒觉得呢，老 K 属于什么呢？就是但凡你要跟老 K 玩，你要是抢1的，我告诉你，别老 K 灰的，什么河池包网你去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不好使啊！不好使啊！抢1的话很悬，抢2都很悬，抢3将8凑合啊！就抢的越多，这帮高手他越猛。所以说你看啊，咱们玩拳皇，以前咱们世界大赛啊都是抢1抢2的，也不得不说啊，格斗游戏呢没办法以一场比赛来定胜负，所以说他抢的稍微多一点。除了看当天的发挥，还有看很多的东西。你比如说，你看这几局河池的8神啊，就非常的带劲儿啊，就是连续的，这已经是第5局了。从第1局开始到第5局，河池的8神都没输过。就是你看这一点啊，就是说，就是如果说你要是1v1 8神，那老 K 不是傻了吗？那肯定打不过呀，对吧？肯定打不过。但是你可以往后看，因为啥呢？因为这玩意儿你抢得多，我能理解你的玩法，就能看懂你啊，就是看懂你的打法就不一样了啊，就有点像那个姑苏慕容那个慕容龙城啊，那是慕容博啊，慕容复。
慕容博这个名啊，肯定是陈博。哎，跳过来，这布阵都没打出来就被反抓了。这个跳 C 打的有点早啊。老 K 对于这个千鹤的节奏把握啊，还是有点微弱啊。这个咱实话实说，这不是说咱一定要黑咱们老 K 啊，确实是这样的啊。就是你玩，毕竟是只会玩4个人物，八蛛门丸。千鹤呢会玩，但是玩的比红丸还少。红丸最起码呢，在最早这个老 K 的时候还玩了个最起码玩了2年嘛啊。但是呢，他也是穿插着玩啊。有的时候呢，他那个时候大门不吃香，你知道吧啊？那时候大门可能没有一些所谓的安全手法，老 K 也是按照正常的天地反去妖，所以他觉得可能不太厉害，所以说这个意思啊，然后就玩红丸。红丸这个人很稳定啊，你懂的啊。来，朝天大脚 AB 闪，轻手确认一个抓，这一局又是一个翻盘的局面。我觉得老 K 每次用这个大门去翻盘河池啊，虽然说听见这大板鞋的这个滑板鞋的这个啪啪这个声音啊，虽然说他可能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害怕啊，虽然是害怕，但是他不能老怕呀，是吧啊？好了，一个暴气 bug 阵，前一顿摸，好了，这就死了啊！这剩一丝血，那一个轻攻击就能清死。前跳 CD， 跳 C 站臂后拉，你这肯定了啊！这一顿脚，这大脚板前跳 CD 后跳 B， 大猪这个大脚丫子啊，那真是啊，那就一顿踹啊！那这反正就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啊！你这好了，看4比1，那老 K 呢也是连续5局啊，这个8神呢死的比赵四儿他爹还惨呢啊！那死的老惨了，那从房上翻跟头下来，直接摔他妈井里去了啊！你说这多惨？你说啊？来看看2个8人，前掏手葵花2式过来，然后再找跳地空中一响下 B 下 A， 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老 K 看来是要吃药丸了啊！这个应该说，对于这个美国一些什么西药的一些什么万艾可呀什么的，老 K 现在应该说非常了解啊。空防下 BAB 闪，掏裆手2式，直接一个8智女。好了，你可以看到老 K 这一局，哎，这个人啊是不能，哎，我刚才说人是，哎哥哥，前一手第2式发波，哎，一个坐地炮啊。但是我想说啥呢？我想说我刚才说人是不能夸，就是贬低一下啊。连续5局都输了，终于要赢一把了吧？刚说完，差点连我都信了啊！不过好在这一局确实是很占优势。看一个波过来，大猪跳来跳去。其实河池玩大猪呢，我很少见玩大猪的人。我觉得河池为什么不玩大猪？因为大猪这个人不好装逼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人他你要说龟是装逼的话呢，那我认了。但是呢，你除了龟之外，这人没法装逼。你说秀手法连续的转球，那也不装逼啊，不气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不气人，你是有龟的气人。哎呀，老 K 终于是爆了啊！这一局你可以看到，就连续的空中压着你，河池老想乱动，他老不想抓，又是转球，又什么下臂啊、下轻腿，你想的太多了啊！大葵花2点，朝天大交，头上扶扣，哎呀，要震的话就震死了啊！一个腿把，咱们看这点血，应该说要震的话，应该是能震死。前腿把。大门的下重腿是非常快的，很多人说大门这个最废的招啥？我觉得大门其实没什么废招啊，大门真的没啥。这个人就浑身都是宝，下重腿也很厉害，就他除了短一点，但是他特别快，判定高，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。他不像什么龙2啊、8神呐、这种下重腿容易被人能量闪之后，对吧？你想想啊，那包括大猪也是有一点副作用。好在大猪呢可以利用下重腿出串球，还能稍微的强一点。大门的下重腿呢是绝对是没问题啊。一个阵前头上扶没跟下轻手虚晃，这个下轻手呢，对方如果是倒地受身的话啊，如果是倒地受身，那肯定是要被大门抓的。跳臂落地腿把一根，后一点，直接站臂有翻盘的机会。但是用河池的大门去翻老 K 的大门，我总觉着吧，有点不对吧啊，这个有点扯了。来看看两边开始谁也不跳啊。河池忍不住了，血少啊，对吧？血少的时间一到 ，times up， 你跪了啊，那多嘚儿啊！朝天大交一顿踢，好了，连在朝天下臂，一个棒，前跳地过来，腿把一点，前跳 C 落地抢扣制，哎呀，这如果是一个反重手的话啊，不反轻手的话啊，血就疼了，真的是反轻手，腿一点大门，哇，那个擦了呀！这么好的一个翻盘的机会啊，这直接就直接戴礼帽的选手啊，那这
本身想夸一夸你的水门都崛起了，你看这明显懵了，不投币了啊，明显就是河池，明显就是就像那个德国爆矮似的啊，砸键盘啊，就是明显就是贵了啊，就是啊，你这多嘚儿啊！呀塞，梁非凡，就这个啊，是一天天的。报告飞管哥，我们用去操场啊，就多嘚儿啊！看一下4-2，两个8神。这个老 K 呢是梦幻般的赢了一局啊，这个应该说刚才那局8神是占很大优势，但这一局的话，刚才那局很险，对方也差点翻盘，但是8神打好底，我觉得老 K 一般是不会输的啊。空中一抢，落地一个升龙，前跳地抢空，落地的话好像河池这个掏手非常诡异，再掏后前，他应该后出大葵花，前想要抓，结果被 C 头一点，下臂跳地。反被投中一点，鬼不来重手接葵花3式，这一下有点打懵的节奏啊！可以看到河池呢这一局还是有点这个针对于地面，我觉得他有点针对于这个地面，还是真是想法不错。一个波过来，往后拉，前冲跳地，落地前跳 C， 落地再交锋，重手接小，哎，他选择了接葵花3式，然后选择打晕一个波，站壁有晕点，没了。看看8神蹲起。回身一刚，前落地，老 K 这个千鹤看起来啊，还是确实有点不太成熟啊，有点不是说他不会骗，他有点这个不知道怎么压人，你知道这是重手防空，一瞬间被大跳地打中啊。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小狼，我就觉得这个小跳特别厉害，我不会小跳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大跳迷之大跳啊，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大跳比小跳要牛逼。这玩意儿都是我跟你说，就玩拳皇也跟赌博一样，我觉得10赌9骗啊，10赌10骗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出小跳，别人觉得你狠，但你突然出一个大跳，别人不会了。好啦，这不可防御要打晕，后前晕点消失。3秒去啊，头上扶前过来跳 CD 腿把1点，又是要背1v3的节奏，感觉老黑天2、2、3次性跑出来啊！葵花2式过来，前中发波，一个后影跳地直接蹬空。但这一局呢，觉得老 K 啊还是有点这个反正我觉得翻盘不好翻。本身呢啊，八中门这个角色他自己都知道啊，那大猪呢刚 CD 都得刚死你啊，跟你扯什么呀啊？后拉，哎，不玩喽，后跳 C 摸呀，相杀就合适，就是干啊，腿半转球，朝天大脚，原地起跳再跟，跳 C 1点，回身背刚，前跳地落地，朝天大脚，回身一顿转，好的，这是吸过来的一个蓝之山，但是呢，这种情况下呢，应该他不老 K 应该不会爆吸，因为他震不死，前冲跳地，轻手一摸，前头上。没有了啊！我在遥望月亮之上，然后就被一个大锤打成了天亮，多嘚儿啊！你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说节哀吧，老 K 啊！大门不是万能的，是不是啊？老 K 说：“我家大门常打开，是吧？”多嘚儿啊！中国足球附体，来看现在这一局2个八神，又是2个八神啊！这八神打不好，这老 K 要饭要到老啊，绝对是的啊！跳地下轻手，金葵花3式。好的，前跳 C， 轻手站往前再压，要破防，哎，要破防往后撤了，迷之跑抓啊，回波来重手接葵花3式，看看原地起跳落地消风没有晕点，所以说果断是选择接必杀。这种情况下他打出伤害来，老 K 啊明显是把这个伤害修正过来。百合者小跳，咱们看这对方是蹲姿倒地啊，很诡异。我觉得其实对于绝顶高手来说呢，小跳百合者也属于那种低端的这个招式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伙儿解释啊，就属于那种民工招式。但是呢，还真中了。可是可能没有想到老 K 居然这个逼样啊，就是啊，居然是用这种招式啊。好了，震过来一下 ，AB 闪身，就是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啊？难道读书人就不会骂人吗？是吗？啊，连续的蹲起，跳地过来 CD 葵花。老 K 这一局8神落地抢招，重手小女孩没接，选择了接葵花的又打晕得起。哥哥，他跑到这个位置上偷下盘，我觉得不靠谱，应该是原地跳 C 才对啊。跳地勾过来，你看他跳地这个腿带勾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他这个跳就是他的腿带勾的，真往下勾。你看啊，我真觉得这帮人跳中腿的无敌了啊，把带勾。我一个跳中腿就是空中踢完了落地没有东西啊，就是啊，你知道啥意思吧啊？
就是在下降的时候出腿，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出腿的很重要。很多人为了这个盲目的去防空，去抢空，两个人都出跳中腿，我占优势，盲目的选择出这招的话，很容易就他不出这个勾腿，你被跳起来，一个跳地人家没跳，落地人偷你，你就瞅着啊，那你只能瞅着，老嘚儿了啊。来看这一局，老 K 呢，毕竟8神的优势很大，千鹤呢也没惯着这个大猪，也是两个人归来归去啊，归到了何时发懵。前跳 ZD 被原地跳 C， 老 K 还会这一招啊！前这个蓝之山是白送的啊，这是送过去被人抓。大升龙，哎，bug 阵都不出，何老二你也真是逗逼啊！好了，刚 CD 出 counter 之后呢，一个跳臂，这个如果他倒地不受身的话呢，大门是要 bug 阵的啊。前跳 DAB 闪，这不送吗？下轻手贴逆反，直接一个升龙啊！还想鞭尸啊？还想鞭尸？想太多了啊！一颗气，这边也是一颗气，两个人都是满血，这一局不好说。这一局的话呢，不是满血，何池血量稍微少点，一个刚 CD 站臂压起身，空中想要抢空，前跳地落地抓蓝之山，这一下子把对方扔进自己的角落，并且对方血量已经不多了。看看前跳 C 重腿撩空，确认出抓，前跳地落地朝天。哎呀，这个牺牲系是蓝之山啊，一个跑抓蓝之山确实是。怎么说呢？看起来就帅。小的时候呢，很多人我们那是有很多玩大门的人，那时候可能没什么 bug 阵，没有 bug 阵也没有啥，就是一顿干啊。好了，这一局呢，由于这个选错人了啊，选成这个巴赫门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就是快进一下，重新再来啊。现在比分呢是5比3，何池呢是稍微的这个占一点这个优势，2分的优势啊。好了，后跳地一勾。左右，空中抢空，前冲下臂摘 A， 掏裆手落地。这个原地跳 C 呢，明显是想要拼一下对方乱动啊。结果呢，这个一个苦肉计呢，落地被抓。老 K 好的，迎面抓过来，重手抓过来，再重手直接一个8智女，应该死了啊！太大意了，这个跑抓呢，没想到老 K 的反应速度很快啊，等着你过来了。何时非常后悔，为什么没有一个前2次性跳抓啊？如果一个前2次性跳 C 也行啊，对不对？大猪扑地，哎呀我操！哎呀，这招我第一次见，我第一次见8神这个葵花出的这么有节奏的啊，把大猪都给晃了。大猪还真是第一时间出的，哎呀，可是这个大猪还是，何时这大猪还是略显有点笨拙啊。没防好，跳地过来切防站臂，也不敢出抓 ，AB 闪身，一个小百合折，一个大跳百合折，再一个小跳百合折啊！大猪呢可能是乱动，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。这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一个1v3局面，头上扶抓地一个扣，前跳地过来，前跳地落地蓝之山。好的，这是一个结束对方1v3的一个局面，但是翻盘有点难，毕竟呢是没有什么气儿，然后对方是应该说是满气儿啊。自己呢不到1颗，然后对方满气儿。千鹤呢要打的话啊，你老 K 跟灰学也学到了一个爆气，哎，对你肯定要爆气啊，然后就是踢，然后助词压过来，回身一刚后拉助词，这种你不用过来了啊，甭想过来，下重手助词，飞身再助词，肯定是一顿摸啊。AB 闪身原地跳臂，我老 K 玩的挺花花的啊。其实呢，你别管是不是主力啊，别管我常不常用，玩的时间长，只要你手法行啊，只要你会玩，你手法你不是说你都不知道助词他妈的是要双击才能控制距离的话，那你就嘚儿了啊，那你就嘚儿了。所以说呢，只要你看别人打，学也学会了。那种你像这种绝顶高手啊，有9阳神功护体，学什么武功都特别快，对吧啊？5比4，老 K 呢也是渐入佳境啊，应该说连胜2局。这个上面写那个3呢，是由于这个对方不能说让了一局啊，应该说选错人了啊，打死一局所以不算。落地下臂摘前倾手，葵花30过来，前冲跳地下盘3点，直接一个抓，这又是老 K 获胜。老 K 可能他一旦找到这个游戏的节奏之后啊，我就觉得吧，老 K 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啊，真的是有点这样的啊。好了，看看。咱们这边转球1点，直接一个抓啊！扣过来之后，看看前跳 C， 刚 CD 过来，前下轻手一个转 ，AB 闪站臂一个抓，何时还是有套路的。他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闪，什么时候会刚，
因为有的时候刚 CD 会被骗到，所以说 AB 闪身呢，何时已经做好准备，直接站青腿接抓。这一局呢，虽然说大猪的优势很大，但是看好的漂亮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苦肉计。大猪跳地想要压一点，但是河池呢，这种情况下呢，如果要是河池选择防的话，这个抓不一定能抓住八神，但是河池一旦被打中的话，很可能会抓住这个八神。因为落地的话，八神会选择想要出个什么掏裆手啊之类的，没连上。跳过来的落地一个直接指定头过来 ，AB 闪身下起手，直接一个转回身一刚。远距离发助词不用鸟他，他发助词呢最恶心的是长气儿，并不是去摸你啊。你看这个慢慢往前蹭，你要是说不出招的话，他一般摸不着你，抹你点血啥的啊。踢一脚轻手前跳 ，AB 闪身，想要抓。这个抓呢，何时还不敢狠摇啊？因为一般的没有什么安全手法的人，比如说不玩大猪，他不知道大猪的安全手法，他不愿意用的话，他就很可能会出正反手的必杀，他一般不敢使。所以说刚才那个后跳地，下盘2点一个补，这不扯吗？啊，前跳 CD 过来，回身一刚跳 B 呀，哥哥，这刚 CD 打出 counter 肯定要扯一下啊。蹲起，前跳过来，回身一刚站 B 一脚，前跳 C， 再前跳 AB 闪。这找的，这又是这回跳臂了啊！前跳地过来 ，AB 闪身，逆向被反抓，下正手助词飞身过来，再打掉破防，看看有没有。大哥，我说的破防不是这么打，我说你是前跳 CD， 然后再前跳 CD， 是吧？下轻手，原地跳地，下正手助词啊，那种感觉啊。震过来之后，可以看到前又是一个出云头，知道你可能会起跳，因为怕被抓嘛，一般人都像怕被抓。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大门克千鹤？是因为大门起身的时间啊特别慢，这个不是这个大门千鹤的起身时间特别慢，大门呢好掌握，并且呢8个阵百发百中。但是呢，又有人说这个大门千鹤克大门，为什么克大门呢？因为大门里面有女人啊，女人长得什么样？大白屁股秃老亮啊，和你一个样是吧？怎么绕到这儿来了啊？小的时候顺口溜，这个是啥呢？就是大门呢，为什么大门一定要排到第3位？说句实话，你看什么那种仙门模式啊，第一个上大门的，那我感觉不是装逼就是装逼，或者说是为了针对别人。知道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针对别人，就是我不行了，我的八神就是打不过你八神了，我已经我死了，我就跪了，服了，行不行？我用大门打你，也有啊，哎 ，fuck， 哎，你这么听话吗，小伙子啊？这个好的，真是啊。这个跟你说，听人劝，吃饱饭呢啊！但是你这个好像不太靠谱，用大门首发给你没有气儿啊！大门为什么翻盘厉害？有气儿在手，天下我有；没气儿在手，那嘎逼打搂啊！就是啊，空中一抢，前跳地过来，重手发波，后拉一个扣，这明显这大门偷上了啊！一顿小拳脚，还别说真不错这一局。好的，前一个跑抓，直接一个震。说句实在话啊，我觉得大门的手真硬啊！这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往地下双手一拍，我这家手多疼啊！这个大手我估计啊，你直接就是他就无限练地雷阵，然后往底下放点肉馅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放点牛肉馅儿，整点那个爆浆撒尿牛丸啊，就是叭不停震1万多下啊，那肉肯定好吃，被打得稀碎啊！哎呀，咱们看一下这一局仙门模式的何老汉还真是牛逼了，一个震。减不减？不减，前跳 C， 头技被拆，我操！哎呀妈，我真是醉了，何老二啊！这个仙门模式还真牛上了，你说你咋整的？你说啊？大家看这一局，这明显啊，何老二这一局咱不这你说的是老 K， 我操！你说的是老 K 附体还是说他啥附体啊？老 K 就在对面呢啊！老 K 上身啊，这是啊！好了，扣过来。朝天地，哎，这家被踢，前跳地过来，下轻手，要蓝之山，看没看见啊？重手过来，回身一刚，好了，刚 CD 挥空。大门这个人很另类，很多人呢都害怕自己的刚 CD 呢打空了，然后呢被这个被对方抓住机会，像玛丽呀，像什么克拉克呀、拉尔夫啊，经常会出现人家打你的情况下，然后你一挥空，然后人过来打你，而大门呢有的时候巴不得挥空。哎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他打大门刚 CD 8挥一拳特别快，也就3-5帧的这个帧数啊，非常快，叭就推出来，然后马上就可以出天地反。那这点是非常恶心的，就跟这个刚 CD 取消出天地反差不多啊。你过来我就抓你，刚 CD 一挥空，我正好抓你，然后加上8个阵，这个配合的非常完美。大家看看，老 K 也玩花活了，6比5之后，
老 K 是选择用千鹤啊首发，你不是用大门吗？哥用千鹤跳地反摇臂。这何老二这哥真敢捡呐！但老 K 好像有点懵了啊！这要是搁老 K 的大门打千鹤，老 K 肯定是 bug 阵不解，然后呢前蹲那不动，等你起跳头上扶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咱们看这是要打晕的节奏啊！2点，前面应该还有前下轻手2点，下重手助词飞身1点就正常1点就晕。好的，跳地直接打晕，非常狠啊！跳臂过来，下轻手，下重手助词。你看大门排头，你这个八神排第二还是什么排第二啊？感觉都不合适了。八神没有气儿。刚 CD， 哎哥，这是啥？刚 CD 完了之后是正摇手吗？正摇重手啊！前跳，好的被踢。老 K 呢，他把握不住这个千鹤的优势局啊。我觉得你给老 K 这个千鹤啊，他可能老想着能量闪身去用。刚 CD 呢老是挥空，你看发现老是这个想多了。前跳臂过来，后跳地一蹬，这个老 K 肯定在身心理优势啊，可以爆气阵，也可以后反摇地。因为你看老 K 最后一个人数八神打大猪呢，虽然说啊你看起来是挺嘚儿的，但是呢大门这一局很占优势，所以说呢一旦大门好了，前重手抓过来，重手葵花31个波日要打晕的节奏，发个波也行啊，这晕点不没了吗？好了啊，结局是一样的啊。好了，当我没说过结局是一样的。6比5之后呢，这一局老 K 呢是一个传说中的6比5啊，这一局呢是一个传说中的优势局被打成劣势局了。如果对方的八神呢，这个利用这点血呢去横扫这个老 K 的八神一下，那么就算是给大猪留一个残兵败将啊，这一局何时也是赢定了的节奏啊。好的，葵花30过来一个暴气原地跳 C， 重手发小升龙，前跳 C 不敢刚，靠挡手葵花再葵花2点，第3点1根，但是呢由于暴气啊距离不够，回身一刚发远波，前跳 C 过来一顶。腿把，这个腿把，这个对于一线来说啊，你这个腿把一旦挥空了啊，很容易就是说难听点儿，你要是我们民间玩法，那直接就是裸杀啊，就不用接战 C， 但是咱们不允许裸杀。其实我倒觉得呢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出一个特别大的败招，我裸杀是很正常的。你比如说你一个大升龙，对吧？你一个大升龙没打着我大猪我出一个裸杀，我天经地义啊。那你说我只能打你一个最多打你一个下重手接指定头，没多疼。我大猪正反手我接你我哎大伙儿我听我说啊，我觉得这种裸杀它就不叫裸杀了，我觉得是。那你凭啥你就对吧？你们想一想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你刚才那种情况下，如果手法不好或者是操控性能不好的玩家，他怎么可能会前走一步重手接八智女？可能他就不会或者没想到，又或者说是手法不够，反正是总而言之吧。但你直接摇一个必杀铁中，你相信我铁中啊！所以我觉得裸杀这个东西吧，真是哎呀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个事儿。这个裸杀呢，我就觉着吧，是这帮高手为了让自己玩的好点，为了让自己玩的那个潇洒漂亮，打得好看。咱实话实说，确实打得好看。你要带裸杀的话啊，我跟你说3个人你就明白了啊：八神、千鹤和红丸。那玩的就是，但是呢，也就这3个人了。还有就是玛丽的正腿，龙二的正手，但龙二的正手也没那么赖。之所以玛丽的和龙二的赖，是因为他俩本身就挺猛，再加上一个高判定的裸杀，确实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候可以利用裸杀逃出来。确实是你看那个正腿，还有龙二的正手判定很高。那千鹤和红丸我就不说了，八神更不用说了。但所以说我是说这个意思啊。7比5，何时呢又是领先2分。咱们可以看到啊，何时这局漂亮，老 K 是没有惯着何时啊。压角落的时候呢，切记掏裆手出的时间不对，很容易被打这种民工百合折。对方可以眼瞅着你把重手出来了，我再出百合折都赶他，反应速度快嘛啊。前跳过来 ，A B 闪身，下臂站 B 前倾手接葵花，然后呢 A B 闪身则起身。CD 葵花1点，老 K 这一局八神很占优势啊！一个波，葵花1点，再波又是葵花，怎么看啊？这一局何池好像有点掏上了，我觉得啊，那么明显是揪住了，你看就想转球啊！这个人明显就是明显吹个球，吹个大气球啊，就这种感觉啊！发不过来，轻手直接摸死，但是已经被八神摧残的有点不行了啊！当然还有很多小朋友说，小狼你说那不对，我觉得像罗伯特呀，哎，像什么老头啊，哎，像一些什么莉安娜呀那种裸杀呀，猴子呀也都挺赖的呀。
不是你倒有人选行啊？就是咱现在就不说别的啊，咱就不说这些人赖不赖，就你有人选吗？你首先你有几个人选啊？再有一点就是，就算开放裸杀，你选吗？我记得以前办一个裸杀大赛，该选八柱门的还是八柱门，真事儿的啊，你相信我啊，该选八柱鹤的还是八柱鹤，没有人因为这事儿选了个什么红丸什么的啊，对吧？红丸很多人说厉害是厉害，最后一个人，然后蹲起雷勾根，哎，你还别说，你是对裸杀这个东西对吧？两面性的，你裸杀你赢了，你裸中了，那万事 OK， 裸不中呢，那嘎逼哒，你死的会很惨，那是一个特别大的败招啊，那就这个意思啊，对吧？啊。好了，看一下7比6，老 K 呢刚刚是利用超强的8神追回了一局，然后呢看到这一局的话，空中一抢，葵花两式，第3是百合折勾正身位，这是一个远距离勾腿，所以说接近 C 接不上啊，接远 C 能接上，落地萧峰一抓重手8只女，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想重手接葵花3式，然后再节省点气儿什么的啊，不要这么想啊。当然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一局的话，河池和老 K 呢，打成7比6，交换主力之后打成7比6，也是特别的这个有节奏啊。那这场比赛呢是一个抢15的比赛，所以说呢，往后呢到底是什么样，咱们谁都不知道啊。但是我敢保证这场比赛是绝对的精彩，精彩再精彩。是，哎，这个升龙有点扯吧？前手腿抓过来，然后前 AB 闪身，站 B 一脚后跳 C， 再发波。老 K 呢，这2局8神都是很占优势啊，连续后跳防御过来，跳来跳去一个波。都说你看大猪这个人猥琐啊，这弹簧猪8神其实也是弹簧，一顿弹簧跳啊，飞脚啥的啊。回身一刚过来，站 B 出小葵花，这个葵花呢可以利用带步往前移，所以说他非常害怕呢出这种什么站 B 之类的招式。大猪呢如果起跳那就不合适了。最惨的、最次的也是2个人相杀，所以说8神一旦跑出去啊，对于大猪来说呢心情非常的不好。大猪就是给人关角落里面转球，那时候大猪的心情是最好的啊！柱子飞身过来一个底盘，再打底盘过来，往前再拖，可以看到老 K 那个千鹤现在已经渐入佳境了啊！渐入佳境，前后跳 C， 这个可以防住没防，切防过来骗闪身，哎，他这个闪身就不如8神的闪身杀扔了啊！他闪身想要第一时间抓呢不靠谱。不如像8神那么过瘾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千鹤出下重，如果是8神的话，千鹤出下重手，那应该是嘎比达了啊！一个爆气，远距离助词。好了，站 B 过来跳 B， 哎，刚才千鹤明显可以偷下盘，跳地反摇 B， 直接一个震，前一个抓，没倒地受身，捡起来好了啊！没有气儿的大门朝天脚。好了，直接相杀，这种相杀对于和氏来说是绝对占优势的啊，和氏。而且呢，这个差点让对方长成3颗气，2颗气的话，和氏这一局还确实是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个好的机会。看看左右过来，前站 B， 前跳地直接蓝之山，这一下老 K 有点发懵，靠过来之后呢，看看怎么个情况啊？前过来一个跳地再蓝之山，好像是没有死啊，怎么去打？要跳地吗？想打8个阵。朝天大脚，原地起跳，好了，果然最后还是跳地打死。这样的话呢，2个人比分达到了7比7平。上半场呢暂时休息，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这个稍加忍耐。到底最后谁能够获胜？让我们观看下半场的这个预告。下半场呢也是在后天同一时间发行过来。下半场的比赛应该说是峰回路转，百转千回，海枯石烂，铁血丹心。过年好啊！那最终呢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小狼，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来支持小狼吧。咱们下期再见。